如果我不说，你们能看出来这是我做的荔枝吗？这是过年的时候会做来哄家里老少的一道菜，都会说是我变的魔术，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長出來。我是陳20，一個鍾意下廚嘅女仔。虾仁不要剁，要这样拍成泥再剁，就会非常的筋道。哎呀！想要那种能弹起来的虾丸，就要把生粉换成红薯粉，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再摔打到它听话。到这一步就是大家常吃的虾滑了。裹上催化粒，这样的荔枝是不是可以以搅乱真了？不要着急，油炸之后颜色会更好看。油温6成热，中小火炸至飘起来。按照我这个步骤做，简单又不会翻车，就可以摆个盘了。但是想要它身价翻倍、老受哄抢的话，就要像我一样，在家门口剪一个树枝，修剪一下，把它挂上去。灯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了。配碳嘴的荔枝你们吃过吗？荔枝虾球寓意硕果满满，新的一年红红火火。外脆里弹，沾点番茄酱就是很好吃的年夜菜了。好 Q 弹。今天就来做年味十足的冰糖葫芦，可以跟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制作，增加亲子间的互动。小时候过年第一次吃到糖葫芦，惊为天人。原来30人的山楂也可以变得那么好吃。在济南人的记忆中，吃的酸蘸就是过年了。山楂挖掉核，填入炒好的红豆沙。瓜子仁贴出经典的梅花烙。相传南宋光宗绍兴年间，皇贵妃食欲不振，日渐消瘦，御医都束手无策。一位江湖郎中进宫献计，用冰糖与山楂煎熬。饭前吃5到10颗，不出半月便可痊愈。后来传到民间，老百姓串了起来，变成了今日的冰糖葫芦。酸蘸与传统的糖葫芦最不同的就是要用酸泉水熬冰糖，红豆沙做馅，香油防粘连。足足需要11道工序。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民间小吃一点都不简单。其制作工艺可是有200多年的历史，是济南著名的非遗小吃。然后用力一甩，豆沙都甩出来了。是吗？对。熬的糖特别成功，你看多脆。
外脆里糯，酸甜可口，淡淡的香油味，有着吃了第一个就会停不下来的魔力。你不是想吃番茄火锅吗？过年当然要满足家人的一切要求。冷冻过的番茄只要放进常温水中泡一泡，就会更好剥皮。切的时候汁水也不会流得到处都是。这个锅底是每一年都必须做至少1次以上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在涮肉前，先来喝碗暖暖的番茄汤，一定要加黑胡椒提味，又暖又辣。可以放各种你喜欢的火锅配菜。我认为好吃的番茄锅底是不用加番茄酱的，就保留新鲜番茄特有的酸，最后简单调个味。已经浓郁到涮肉都不需要任何的蘸料，直接吃，酸甜味一下子就能刺激味蕾，咕嘟咕嘟的好幸福啊！分享一个牛肉好吃的小秘诀，打1颗鸡蛋就会更嫩。新年已经来到门后了，这3道过年菜，你们可以选一道在家人面前简单的露一手。这个番茄锅太好吃了，可以保住你这一年的家庭地位。感谢大家陪伴走过的这一年，祝大家兔年大吉，红红火火，拜拜。